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色魔频道。今天想与大家聊聊适马的镜头。这几年适马也都一直推出无反相机的镜头，主要是提供给索尼的 E 卡口，然后还有松下记徕卡的 L 卡口，当然也包括了一些 M43G 佳能的 EFM 卡口。我之前有评测过适马的 85mm f1.4 DG-DN-R 索尼 F1 卡口的镜头，那支镜头的表现也很不错。有兴趣想了解更多的，可以观看我的那个评测视频。今天主要是要聊关于适马的 Contemporary 系列的一支镜头，就是这支 90mm f2.8 DG-DN。这支镜头是在今年9月的时候宣布的，同一个时候也推出了 24mm 2.0 那支镜头。我等下也会稍微介绍一下 24mm。不过今天我主要是要聊这支 90mm f2.8， 到底它在索尼无反相机的表现会是如何。Contemporary 系列的理念主要是以轻便，最大光圈是在 f2.0 或者 f2.8 开始。对比适马的 Art 系列，体积重量都要小好多。配合在索尼的机身，整体的造型就很好看。镜头的体积、重量与机身的平衡感都很好。我觉得适马推出这个 Contemporary 的镜头是对的，尤其是对喜欢以轻便的相机来拍照或视频的。这个系列真的很适合。之前适马已经推出了 24mm f3.5、35mm f2.0、45mm f2.8 及 65mm f2.0。这次推出了 24mm f2.0 及 90mm f2.8， 几乎都包含了主要的焦段。如果再推出一支 18mm f2.0， 那么这个 Contemporary 的系列就很完美了。这支全新的 90mm f2.8 重量只有295克，长度是 62mm， 宽度也只有 64mm， 然后镜头的粒径是 55mm。 镜头的设计很简单，只有一个 AF/MF 的切换钮，然后光圈环可以从 f2.8 调整到 f22。 镜头的外壳都是以金属制造，包括它的 lens hood。说真的，它的做工真的很赞，拿在手上感觉真的很扎实。我觉得不会输给徕卡的一些镜头，就连它的镜头盖不只给你一个简单的塑料盖，适马也提供多一个以磁铁来做的镜头盖，很方便的把镜头保护好，也不容易的掉下来。这支 90mm 也是一支仿真仿地的镜头，最近对焦也只有 50cm。放大倍率为 0.2 倍，拿来拍特写的照片也很不错。让我们来看看镜头锐度的表现。中央的部分在 f2.8 看起来锐度是很不错，边角也还好。当然，在缩小光圈，锐度会提升。我觉得在 f4 的光圈，边角锐度就已经表现得很不错。适马的镜头在畸变这方面是必须再加强，畸变是相当的明显。镜头畸变就必须依靠机身或者软体来做修正。边缘视光在 f2.8 比较明显，只要缩小光圈多1-2级都可以解决。包括紫边的问题，在 f2.8 有少许的紫边，缩小光圈就不成问题。背后虚化的效果是很柔美，加上 90mm 焦段的压缩，照片就显得很特别。在 f2.8 虚化的球面会比较像猫眼的形状，只要缩小1级光圈，虚化球面就会变得比较圆。90mm 的对焦速度也很快，对焦的马达也很安静。适马在对焦这方面都做得很不错，配合索尼的对焦系统，不管是用在拍照或者视频，都表现得很出色。
同一个时候与这支 90mm f2.8 一起推出的 24mm f2.0， 镜头的做工与质感都与 90mm 的一模一样。应该是说，适马的 Contemporary 的镜头都是以这样的规格来设计。24mm 的表现其实跟 90mm 这支很相似，我大概有玩了一下。24mm 也是一支不错的镜头，它只是镜头的畸变也会比较明显，必须依靠软体或机身去修正。价格对比索尼的 24GM 就要便宜好多，有这个焦段的需求，可以考虑适马的 24mm。那么这支 90mm 的优势是在哪一方面？在索尼的定焦镜头群里 ，90mm 的焦段目前只有索尼的 90mm f2.8 微距镜头，体积重量都比适马的 90mm 大。如果没有拍微距的需求，看起来适马的 90mm 或许会比较适合。如果你要求体积小的 90mm 镜头，然后又很在意镜头的外形，全金属，长得又好看。再加上镜头所拍出来的画质也很不错，再搭配多一两支其他 Contemporary 的镜头，比如 24mm 或 35mm， 配合像索尼 A7C 的机身，就可以很轻松的去拍照了。今天这个视频会比较短，也比较简单，希望以上的讲解可以让你们做个参考。好了，今天就先到此为止。你已经中毒，让我帮你解解毒。我们下次再见。